夜里的雨下得很久，不是那种一下子倾倒的暴雨，而是细细密密地落着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，一次又一次把同一段声音重复播放。那声音没有情绪，也没有起伏，却让人不知不觉开始感到压迫，像整个世界都被这层雨盖住，慢慢往下沉。沈之微是在这样的声音里醒来的，他没有立刻睁开眼，因为他先感觉到的是呼吸。每一次吸气都像从冷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带着湿气与刺感。胸口像被什么压住，他试着动了一下，下一秒疼痛像被点燃一样，在他体内同时亮起。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很多地方。骨头里的酸，肌肉的紧，皮肤下细细的刺感，全部一起浮上来，像有人把他整个人拆开，又重新装回去。他停住了，没有再动。他很清楚，如果再多动一下，他可能会直接昏过去。几秒钟后，他才慢慢意识到，这不对。梦不会这么清楚，梦里的痛是模糊的，是可以被忽略的。但现在这种感觉精细到他甚至能分辨哪一块肌肉在发抖，哪一段呼吸是断的。还有气味，空气里有湿木头的味道，有旧布的霉味，还有一点极淡的药气，混着几乎察觉不到的血腥。这些东西不应该同时出现在梦里。他睁开眼，视线慢慢对焦，有些地方还残着水痕。他没有慌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然后一个念头慢慢成型，这不是他原本的世界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声音出现了，没有预兆，像直接从他的意识深处浮上来。宿主绑定成功。他的呼吸微微停了一下。系统启动中。检测宿主生命体脂，生命值极低，中毒状态持续恶化中。他的指尖微微收紧。中毒这两个字让他的思绪瞬间变得清晰。新手任务发布，存活7日。任务奖励：基础医术初级。任务失败，抹杀。没有解释，没有多余的说明。像是规则本来就存在，他只是被拉进来而已。他没有问为什么，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理解，而是活下去。门外传来脚步声的时候，他的思绪已经开始运作。那声音不急，踩在地面时带着一点湿滑的摩擦声。他还没死吗？女人的声音响起，没有波动，像是在确认一件已经预设好结果的事情。回夫人，气还在，只是恐怕撑不过今晚。回答的人压低声音。沈之微的眼神微微动了一下。夫人。门被推开，冷风灌进来，烛火晃动。那女人走进来的时候，整个房间的气氛像被重新定义了一样。她的衣料精致，颜色深沉，与这间房间的破旧完全不相称。她的步伐很稳，每一步都没有犹豫，像对这里的一切都熟悉。她看向床上，那一眼没有情绪，甚至没有厌恶，只是单纯的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会活下来的人。命到是硬，
语气平静的像在陈述一个小小的偏差。既然还没死，就再灌一碗药。沈之微没有动，但他已经记住了。女人转身，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。这一次，别让他活过明天。门关上，空气又沉了回来，雨声更明显了。沈之微盯着帐幔，他没有立刻动。他在想，如果是持续下毒，那代表对方不只是要他死，而是要确保他一定死。这种处理方式通常只会用在一个不能留下来的人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再次响起。是否开启新手保护？他没有犹豫。开。暖流扩散。他能清楚感觉到那股力量在他体内运作，像在与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对抗，把他压住，而不是消除。这代表毒还在，只是被延后了。他的手终于能动。他轻轻握拳，再放开。这个动作很小，但让他确认一件事：他还有机会。门再次被推开，丫鬟进来，端着药，动作很轻，眼神闪躲。小姐，喝药了。沈之微看着那碗药，他还没动，系统已经给出答案：高浓度毒性物质。他的心彻底冷下来。这不是试探，是确定的杀意。小姐，这是夫人吩咐的。丫鬟的声音更低了。沈之微慢慢抬起眼，他的动作很慢，但那一刻他已经不是刚醒来的人。你觉得我喝了还能活吗？他问。空气停住。丫鬟没有回答，但她的沉默比任何话都明确。沈之微没有再说什么，他只是伸手，像是要接过那碗药。丫鬟松了一口气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的手腕一转，药整碗泼出，黑色液体落地，气味扩散。丫鬟的脸瞬间失去血色。小姐。沈之微收回手，靠在床上，虚弱依旧，但他的眼神已经变了。回去告诉他。他说，声音不大，却没有任何迟疑。我还没死。语声在这一刻变得更密，像是回应，也像是某种开始。而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。第一日存活成功。短暂的安静之后，他补了一句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提示：警告，第二日任务即将触发，难度提升，死亡率大幅上升。沈之微的瞳孔微微一缩，他还来不及思考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不是刚才那种从容的节奏，像是发生了什么。下一秒，有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：不好了，人醒了，夫人那边要亲自过来了。空气在那一刻变得不一样了。沈之微慢慢抬起眼，他没有动，但他很清楚，第一天他只是活下来，
第二天，他可能要开始真正面对想杀他的人。雨还没有停。比起昨夜，他变得更急了一点，落在屋瓦上的声音不再那么细密，而是带着节奏，一下又一下，像在催促什么。屋子里的烛火比昨夜更弱，火光偶尔晃动，将墙上的影子拉长又缩短。沈之微醒着，他没有再睡过。不是因为不累，而是他很清楚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任何一次松懈都可能让他直接死在床上。他的身体依旧虚弱，但比起昨晚那种随时会断掉的感觉已经消失了。新手保护还在发挥作用，那股暖流没有停止，只是变得更细微，像潜伏在他体内的一层屏障，勉强替他撑住一条命。但他也同样清楚一件事，那不是治好，只是拖延。警告：新手保护剩余时间6个时辰。系统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。沈之微的眼神微微一沉。6个时辰，也就是说，今天之内，他如果还找不到真正的解法，等这层保护消失，他还是会死。他缓慢地吐出一口气，让自己的思绪稳住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动静，脚步声。这一次比昨晚更多，不止一个人。有人在说话，但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刻意不让里面的人听见。沈之微没有动，他只是闭上眼，让自己的呼吸变得更浅，看起来像还在昏睡。门被推开，几个人走了进来。他听得出来，至少3个。其中一个脚步很稳，带着节奏，是那个夫人。另外2个应该是丫鬟。还没醒。夫人的声音响起。回夫人似乎没有动静。沈之微感觉到有视线落在他脸上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几秒钟的沉默之后，夫人淡淡开口：“药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已经熬好了。”这一次加重。沈之微的指尖在被子下微微收紧。也就是说，昨晚那一晚还不够。他在心里迅速计算，如果他今天还是拒绝喝药，那对方很可能会改用其他方式，强灌，甚至直接动手。他不能一直被动拒绝，他必须开始反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再次出声：“条件达成，宿主成功存活第1日。奖励发放，基础医术，初级。”下一瞬间，大量陌生的资讯直接涌入他的脑海。药性、毒性、脉象、人体反应。那不是学习，而是像本来就存在的知识被强行打开。沈之微的呼吸微微一乱。他知道现在不是适应的时候，而是用。门外又有脚步声接近。药来了。丫鬟端着药进来。这一次味道比昨晚更浓，甚至不用系统提醒，他也能闻出来。里面不止一种毒。检测复合毒性。系统同步提示。推测效果：短时间内器官衰竭。沈之微在心里冷笑了一下。还真是，急了。他慢慢睁开眼。这一次他没有再装昏。
房间里的几个人同时看向他，那一瞬间，气氛微微一变。夫人的眼神第一次出现了变化，不是惊讶，而是不悦。醒了？沈之微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看着那碗药，像是在思考。既然醒了，就自己喝。丫鬟把药端到他面前，距离很近，近到他可以清楚看到那液体表面微微的油光。他在判断，如果他现在再泼掉，结果会是什么？他的视线微微移动，看向夫人。那女人的神情没有变，但她站的位置刚好在门口，堵住了出口。另外2个丫鬟站在两侧。这不是单纯的送药，这是确保他这一次一定喝下去。沈之微的脑子转得很快，几乎在瞬间，他就做出了决定。他伸手接过药，丫鬟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他这么干脆。夫人的眼神也微微变了。沈之微把药端到嘴边，停了1秒，然后喝了一口，带着一种烧灼感。但他没有停，他把整碗药全部喝了下去。房间里安静，夫人看着他，眼神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点满意。很好，这样才像话。他转身准备离开，就在这时，沈之微忽然开口：“这药。”所有人都停住了。他慢慢抬起头看向夫人，味道比昨晚重。夫人转过身，眼神冷下来。你想说什么？沈之微没有闪，他的声音依旧平稳。3种毒，不是2种。这句话落下的瞬间，丫鬟的手明显抖了一下。他知道他赌对了。他没有再多说，只是淡淡补了一句：下次可以换一种配法，这种很容易被看出来。几秒钟后，夫人笑了，那笑很轻。有意思。她看着沈之微，像是在重新评估一样。她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但这一次，她没有再下一定要他死的命令。沈之微的身体在那一瞬间剧烈反应，毒开始发作。他的手指瞬间僵住，呼吸变得急促，胸口像被火烧一样。他闭上眼，在脑中迅速调出刚刚得到的知识：解毒、延缓、转化。他的手慢慢按在自己的脉上，调整呼吸，让那股毒不往心口冲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股剧烈的反应开始下降。他还活着。任务进度更新。系统的声音响起。第2日生存条件达成部分。解锁能力：毒性解析。门外再次传来声音，这一次是低声议论。夫人说：“暂时先别动他，要查清楚他怎么看出来的。”另一个声音压得更低。还有大人那边
似乎也知道他醒了。沈之微的呼吸微微一停。大人，他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一个新的关键。这个局不只是夫人，还有别人，而且那个人可能更重要。系统的声音在这一刻再次响起，比之前多了一层提示。主线任务更新，查明自身身份。查明下毒者。任务提示：当前局势仅为开始。短暂的停顿之后，他补了一句：第3日任务难度大幅提升。预测事件：第一次死亡危机。沈之微的指尖慢慢收紧，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门口的方向。雨还在下，但他知道，真正的风暴还没来。雨终于停了，不是突然停，而是慢慢变小，从连续不断的声音变成零星的滴落。屋檐边缘还在滴水，一滴一滴落在石板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安静，太安静了。沈之微醒着，他没有睡。从毒性发作之后，他几乎整夜都在调整呼吸，压制体内残留的毒。那种感觉像在和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对抗，每一次松懈都可能让它重新扩散。他撑过来了，但代价很清楚。他的身体比昨天更虚。新手保护已结束。系统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，没有情绪，却像是在宣告一件事。他现在没有保护了。沈之微的眼神沉了下来，他慢慢坐起身。这个动作比昨天困难。他的手撑在床边，指尖微微发白，呼吸也跟着变重。但他没有停，他一点一点让身体适应，直到能稳稳坐住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带着病气。这具身体原本就不强，再加上连续中毒，他现在其实很接近随时可以被杀掉的状态。主线提示：第3日。关键词：人为危机。系统给出提示，很简短。沈之微的思绪立刻跟上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会有人直接对他动手。慢慢吐出一口气，让自己的心跳稳下来。他现在有3个优势。第一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第二，他有毒性解析和基础医术。第三，对方不知道他已经变了。这一点很重要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不像昨天那种明显的走动，而是刻意压低的声音。沈之微没有动，他只是把身体微微侧回床上，让自己看起来像还没完全恢复。门被推开，一个人，他能感觉到那种气息，不是丫鬟，也不是夫人，那是一种更干净的气息，没有多余的情绪，没有慌张，甚至没有脚步声，像影子一样。沈之微的呼吸几乎在那一瞬间变得更轻。他没有睁眼，但他的意识完全清醒。那个人停在床边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立刻动手，像是在观察。然后，一股极细的气流从他颈侧划过。刀，不是普通的刀，是那种极薄、极快的刀。如果他真的在睡，这一下会直接割开他的喉咙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沈之微动了，他的手猛地抬起，
不是去挡刀，而是抓住对方的手腕。那个人显然没想到，他停住了。沈之微睁开眼，两人的视线在极近的距离对上。男人，年轻，穿着黑衣。你醒着，他说，像在确认。沈之微没有回答，他的手还抓着他的手腕，力气不大，但位置准确。他抓的是筋，只要他再动，他可以让他手麻。夫人派你来的？他问。男人没有回答。沈之微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太急了，他说。男人的眼神变了。你知道今天会有人来杀你？沈之微没有正面回答，他只是看着他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昨天喝了那碗药，3种毒，还没完全发作。你现在杀我？他的手微微收紧。血会溅你一身，而且很难处理。这句话让男人停了。他在计算。沈之微看到了，他知道他抓到机会了。他松手，然后往后退了一点，拉开距离。男人没有立刻动手，他在看他，像是在重新评估。你在拖时间，他说。沈之微轻轻笑了一下。你也是。几秒之后，男人收起了刀。今天不杀你，但下一次不会这么简单。他转身，准备离开。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沈之微忽然开口：你不是他的人。男人停住，没有回头。他不会派你这种人。你是？他停了一下，然后说出那个他刚刚听到的词。大人那边的。男人的气息第一次出现变化。警觉。他没有回头，但他说了一句话：你活得比我想的久。然后他走了。沈之微的身体在那一刻松了，但他没有放松太久。他知道，这只是第一关。任务更新。系统的声音响起。第3日生存成功，初阶。解锁能力，危机预判，初级。沈之微的眼神一亮。这一次不只是分析，是预判。他闭上眼，试着感受。还没等他完全理解，门外真的传来脚步声。2个人。他没有再躺着，而是慢慢坐直。门被推开，2个丫鬟走进来，低着头，手里端着水，看起来很正常。他的视线落在其中一个人的手上，袖子里藏着东西。小姐，奴婢来伺候你梳洗。其中一个说。沈之微没有动，他只是看着他。然后在对方靠近的瞬间，他忽然开口：针是淬毒的吗？那丫鬟的手停住了。他还没说完。沈之微抓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扭，细针掉出。另一个丫鬟脸色瞬间变白。沈之微看着那根针，他知道，他开始反过来清理整个局了。屋子里静得不太正常，那根针还躺在地上，很细，几乎看不见，只有在烛光微微晃动的时候才会反出一点冷光。沈之微没有动，他的手还扣着那个丫鬟的手腕，对方只要稍微挣扎就会痛得失去力气。另一个丫鬟已经跪下了，脸色白得像纸。小姐，奴婢不知道。声音抖得不成样。沈之微没有看他，
他的视线落在自己手里这个人身上。你来，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却没有任何温度。那丫鬟的呼吸一滞，她没有跪，也没有求饶，只是僵在原地。沈之微说，你不是第一次。那丫鬟的眼神不是慌，而是计算。这一瞬间的变化让沈之微确定了一件事。他松手，那丫鬟一愣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沈之微直接一脚把那根针踢到床角，动作很快，然后他才开口，捡起来。那丫鬟没有动。沈之微看着他说，你不捡。那丫鬟的脸色惨白，她知道，如果这根针被别人看到，她不只是任务失败，是会死。她咬了一下牙，蹲下把针捡起来。门外传来声音，有人来了。那丫鬟的手抖了一下，她没有时间了。她抬头看向沈之微，眼神里第一次出现明确的杀意。小姐，她开口，你不该醒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她直接扑过来，但沈之微早就预判到了，她没有躲，而是往旁边一偏，同时手一抬抓住对方的衣领，借力一拉，那丫鬟整个人失去平衡，直接撞在床边，发出一声闷响。门正好被推开，两个人站在门口，一个是刚刚外面的丫鬟，另一个是夫人。场面在那一瞬间定格。沈之微站在床边，那丫鬟绊倒在地，手里还握着那根针，所有证据都在。夫人的视线慢慢落下来，看了一眼地上的人，又看了一眼那根针，最后落在沈之微身上，没有立刻说话，几秒钟的沉默，像在衡量。然后他开口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沈之微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看着那丫鬟，然后说他要杀我。那丫鬟的脸瞬间白了，不是，夫人，不是奴婢。他的声音变得急促，但已经晚了，因为证据在他手里。夫人看着他问谁让你来的。那丫鬟的嘴唇颤了一下，没有回答，她在犹豫。沈之微看着这一切，没有插话，这不是他的战场，这是更高一层的博弈。几秒之后，那丫鬟忽然跪下，夫人，奴婢冤枉，是小姐自己。她话还没说完，夫人已经抬手，带下去。门外的人立刻进来，把人拖走。那丫鬟的声音很快被压住，消失在走廊。房间再次安静，夫人没有走，她站在原地，看着沈之微。这一次，她的眼神不再是昨晚那种无所谓。你倒是命大，她说。沈之微没有回避，她只是淡淡回了一句还好。夫人微微眯了一下眼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看读的？她问。沈之微没有直接回答，她只是说，快死的时候会学得比较快。夫人没有再问，她看了他几秒，然后笑了一下。那你就好好活着。她转身离开。沈之微的身体慢慢放松，但他没有停止思考。他知道刚刚那一场不是胜利，只是他第一次没有被动挨打。任务更新，系统声音响起，第3日生存完成，解锁能力毒物操控初级。沈之微的眼神一亮，有技能可以用了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门外又有声音，大人那边已经确定了，他不是原本那个人。沈之微知道，真正的危机来了。